继上一期我们介绍了这个 Adobe Express 的这个程式的界面，以及它的一些分类，以及它的一些主要的功能的介绍。那今天我们借由这个缩图的这个范例，我们来实际上操作看看，以及了解如何去操作它，然后快速的生成一个 YouTube 的缩图。当然你也可以生成别的这种，譬如说海报啦、传单啦等等其他类别的形式，那操作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只是这个种类不同，以及这个版面大小的不同。那借由这个范例的快速产生，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完成这个工作。那接下来我们上到实机以及电脑画面来看一看。那首先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目的是这个建立一个 YouTube 的缩图那这边左手边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这个范例可以选择那为了我们这个快速的解说方便，那我们就直接打开之前我已经有预先编辑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这也是一个由范例所产生的。那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我采取的比例是这个萤幕的16:9，因为我是要做这个 YouTube 的缩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右手边这边有这个图层那这边右上角这边也有图层的这个按钮已经按下去了。那你要把它消失，可以点取这个右下方的关闭，或者是右上方图层再把它点一下点击一下，它就可以关闭跟出现。那这个图层的概念，新手可能比较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譬如说我们这个缩图这个图片，那这张图片是由那个 AI 所产生的也是用这个 Adobe 的 Express 里面的这个文字转成影像，建立成影像的功能所产生的。那我们可以注意到看到，现在它是为最底层就是背景的底层。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把它往上拉往上拉那你可以看到圆点有一个这个圆点它就消失，它就会到旁边背面去了OK， 那就知道了原来这个图层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要把哪一个物件，那么比如说我们选取这个物件我们把它拉下来，它就会跑到这个照片的后面去了AI 生成的照片的后面去了那当然这个是图层的概念，就是说看你安排那个这边也可以选择新手指南就是说那当然这个画面当中就有这个图片图片的编程，以及这个文字以及这个形状元素的形状这个向量图的形状，看你要产生哪一种那首先我们来谈到这个 AI 的文字转影像。那这个是我原先就已经编辑好的那左边这边也可以看到，你可以移除背景你也可以擦除，那也可以生成式填满。那这个生成式填满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原本的图片在你不想出现的这个物件，把它选取起来让它 AI 自动去填满其他的空位。那另外一种也是生成式填满，是增加物件那一样是选取某一个区域那看你文字描述是什么，然后就把它产生出来那文字描述的越详尽，当然产生出来的效果可能就会比较符合你的预期那再来我们先来示范一下那文字产生影像它是怎么做呢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已经产生了当然这个大小你还是可以拉来拉去可以调整。那这个我有裁剪过现在是选择这个，那你再点一下，那你就可以旋转比如说可以旋转那也可以缩放这个就随你自由去调整的那我们现在裁切顺便说一下那看到就可以切圆角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先来这个试用看看。那移除背景，你选取了这个照片之后，不管你是自己上传的哦，或者是你这种 AI 产生的，都可以用移除背景啊。那当然，如果你不满意，像我这样不满意哦，不是要背景要除掉，我又把它按一下，哦，移除背景就按一下，又把它弄回来。那擦除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快速选取哦。那也可以选取这个圆形笔刷啊。那圆形笔刷印度的意思就是说，在你那个选取这个大小的时候，它印度的擦拭会直接擦掉。哦 ，OK。那印度你把它调整成比较小啊，它就比较会羽化这个功能哦啊，或者是说快速选取，来快速选取的啊，这个物件是不行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就取消。那再来就是深层次填满。那我们在这边我讲错了，以文字生成影像的方法就是这样。哦，这个界面就是这样。描述你要建立，我现在是少女使用电脑，然后设计海报，它结果图就产生出来是这样。当然，那个这类的型就跟使用这个Adobe Illustrator 很像哦，因为它是同一个这个 AI 的引擎，就是这个 Firefly 萤火虫这个引擎。那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第3代了哦，称之为 Firefly Image 3哦，它现在是预览版哦。那我们可以选择自动。那如果说你想要相片或者图形或艺术就随你的选择去啊，我是选择自动好。那这边已选取的譬如说，你还可以再添加这些所谓调色刀、混乱、霓虹、合成波数位艺术材质是什么样的都可以随你去选择。那选择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生成那生成之前我有生成这么多张图片那你就可以自己选择。那如果不满意，你还可以生成更多那点一下，它现在就开始在跑了。那画面上它已经在有一点预览在跑了。那当然这个要等一下，它这个生成的快慢取决于你电脑网络以及你电脑本身的速度那现在已经又出现了你看有那这是随你自己喜欢。那我还是喜欢第一个 ，OK， 好，那这就是文字转影像的 AI 的功能。那再来就是生成式填满，生成式填满一样，好，我们来加一个电话好了，打一下字，行动电话。那笔刷，我们现在就笔刷的大小。那我要大小是在这边这个区域我要加一个手机好了我就在这个范围，在这个区域范围把它拉一拉，让它产生。好，那这边生成的按钮左边这边就可以，要按下去了。那按下去它就可以开始跑了。那在这个区框它会反白。那要等它一阵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手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平板，手机还是平板，这个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们来看到第2张，这个手又怪怪的。那我们看第3张第3张比较有趣，第3张这是这个比较符合我期望的。好，那如果你不想这个，你也可以按这个复原影像那完成之后，那你就可以按完成这就是所谓生成式填满那这个生成式填满之后，它就变成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一般的图片了。那个刚刚文字转成影片就已经不能再用了，除非你再新产生新产生那这刚刚是生成式填满，也就是说多增加一个物件进去，在这个 AI 的图片里面。那可不可以这个把它移除掉
那移除掉的方法在电脑版也很简单，也是一样哦。笔刷大小，我们再把它擦掉哦，这个我们不要，再按生成哦，它就可以移除掉了。那我们可以看看接下来的结果是怎么样。那相同的还是要等一阵子哈，等它跑完。好，那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哈，现在这边已经不见了哈，手机已经不见了啊。那这样的很快速很方便。好，那我就选择这个。那第二个呢，这个手指头的形状哦，那我希望第一个就好 ，OK， 好了，那这就是我们可以选取的AI 的功能。那当然，这个照片里面你一样还可以有效果看是要灰阶的、变暗、色调还是要变色等等随你。那如果说你不要，就基本的就是用按5就好。那在调整的部分也可以调整对比啦。调整深一点对比再加深一点。那亮度是不是要提高要看你随意自己选择或降低。这个跟一般我们在编辑照片的时候是一样的功能那阴影亮不阴影，那饱和度，那是不是要模糊是不是要做一下模糊或者是要锐利一点那就看你自己的设定如何。那锐利一点点锐利一点点2不错。那好了之后再回到调整的部分。那动画，那各位切记这个动画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预设现在灰白的这个是开始的话，譬如说我是也就是淡化。那如果说你加了这个动画进去，它就会这个本来是一张静态的图片。海报图或者是什么缩图它是一个文案。当然，你这个譬如说你在编辑这个文件的时候，它也可以很多页，或者是 PowerPoint， 它也可以很多页加进去。那这个部分，如果你加了动画，它就会变成是影片的编辑的画面就会出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各位可以看到，那影片就会跟你自动加5秒进去了这边就变成是影片编辑的功能那影片编辑的功能也很多，那我们今天先不谈，只谈这里。那结束的意思呢？结束的意思开始，那这边显示图层的时间现在就可以知道了它这个编辑的画面跟我们普通这个，比如说 Final Cut Pro 或那个 Adobe 的这个影片编辑的软体不一样，它可以叠很多层所谓的这个音轨或者是影轨多轨道就对了，多图层。那这边它那个物件，它每次在这边只显示一项，那这个时间就是设定成5秒，它预设是5秒。当然你可以借由这边你移到边缘，你可以拖长可以拖长或者是缩小它预设是5秒OK。那结束呢？结束开始就是说进入的时间点是这样。那我们播放它是淡化进来。那结束点是在后面快结束它就会这样。那我们按结束，然后我们譬如说漂移，那你再按点下进去，那我们从左边出去持续时间是2秒半OK。那我们这边我们又可以来预览一下淡入进来，那结束它是漂移出去那如果你要取消呢，也很简单，这边可见度改成5，那选择淡化，开始的时候又选择5那动画就不见了那其他的部分，譬如说我们再来安排，就是说在这个文字的部分譬如说你可以点选，然后反白按这个大小，在这个字型的部分，那这个字型当然就是牵涉到你是免费使用还是你是这个付费订阅的这个就会有所字体就会有所不一样
意思就是付费的会比较多啦。那再来就是这个就是调整大小，再来这些比如说文字排版、文字流它也会有特效。那当然要填满，就是说什么颜色啦，比如说我们改成黑色，这个是如果有外框，外框是要哪一种比如说是白色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变成这样。那不透明度就是阿尔法的程度的几%。那文字效果，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转成文字效果。那我们可以试着来看看，就比如说打这个大理石好了，让它产生看看。那这个是范例的效果，然后我们选择制定。那我们选择这个样式是霓虹的，还是彩色细条，还是真实？那我选择真实好了。那我们现在是松形的，那我们就产生。那下方结果就会开始跑。那我们就可以看看它这个文字效果 AI 所产生的自动填字的效果是如何。现在就给你填好了。那好，那它在跑，在预览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一定的时间啦。好，那我们再看看原来如此。好，那我们再把是不是要阴影？比如说阴影平滑哪一种种类？那阴影的颜色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白色，那阴影我们调整完了，那也可以调整形状。那形状，譬如说我们调整是圆形的或者是要加个桂冠上下加条，这个都可以使用。那这个动画刚刚我们也说过了，它这个动画不只是在你每一个在画面上画布上面的这个物件都可以使用动画。OK， 那我们把它调整回去。好的，好。那再来就是这个图形操作的方法都很类似，很一样。那就是先选取物件，然后再根据你所需要的颜色或者是边框来调整。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修正。那如果说你要自己上传，你也可以按这里上传，或者是说这个上传就是上传到你这个预备编辑的空间，也就是等于说是你的资料库里面有你的这个上传的这个影片啊、照片啊等等。那如果是单次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按媒体这边那这边也可以开启这个文字转影像那也可以在这边挑选音讯，那也可以挑选影片这个范例可以加进去看你要安排大或小。那也可以直接开启这个文字 AI 的文字转影像的这个功能。那我们看那先选择这个你的影像大小比例是方形、横向、纵向，或者是16:9那跟刚刚一样，把文字打上去，该选的选一选它等待它产生。那再来就是，如果你要新增加文字，当然也就从这边也可以。那这边有一些版型，那你也可以挑选那也可以从这边按一下新增加文字，它就会跑到画面上去了。那这边是图形的元素还是要背景、形状，还是图示、图表，通通都可以。那所谓拼贴那这个也是可以一个，就是做拼贴，你物件拼贴的结果。那这个品牌就是可以建立你自己的品牌的标志那附加元件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就是它的上一期有提到，就是它的外挂。那再来就是Premiere会员它可以多出比免费使用的这个会员有多的什么东西出来OK， 那当然这边我们还可以针对文字来翻译这个也是新的功能，翻译页面。那翻译之后，我们可以左边选取，既然我是中文的，那我可以，我选择一下，我把它翻成日文好了。OK。
我选择页面1，当然这个就是页面1啊，是不是新手指南2或者是要选择这个我们把它选择这个好了，选择单项就好了。好 ，OK， 那复制并翻译，好，那让它去翻译，好 ，OK， 那它现在已经跑出来了，那它会另外再开一个页面给你，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2之2的页面，那第一页是这里，以便让你去多加比较。然后如果说我这个页面不要嘞，那也很简单，在这个页面第二页的时候，按这个删除就可以了，删除页面那就变成1+1/2，好 ，OK。那这边也可以新增加这个页面，所以它这个编辑的方法跟其他，譬如说 PowerPoint 或者是其他处理其他的文件、海报，甚至是杂志的页面有很多页，其实它只是版面大小的不同而已。OK， 那我们今天这个缩图范例的编辑示范就到这里。那下一期我们会进入这个影片编辑的这个功能。好，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